我明明上一秒还在修仙世界当最强圣子，下一秒却突然穿越到星际成为惊世大鹏，还失去了一身修为，只能冒着被炮轰的危险在舰队后面翻垃圾吃，还得被其他怪物追着屁股啃。我本以为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直到这天我在一颗死星炫废料时，忽然感受到不远处传来了一阵灵气波动，我整只棚顿时陷入狂喜中。鬼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不是被其他巨兽追着咬，就是提心吊胆翻垃圾。好几次我打碎陨石无能狂梦，宗主啊，我想回家，不想再做什么惊世大鹏了。想到这儿，我挥动翅膀朝着灵气波动就冲了过去。但当我赶到地方后，眼前的一幕却让我大惊失色。我面前确实是大夏仙宗，可是为什么大夏仙宗的镇山神兽混沌祖龙还有那么多战舟和弟子正在和宇宙海盗的舰队互相对冲啊？这他妈给我干哪来了？这不是乱套了吗？我来不及思考，挥动着翅膀直接冲进了宇宙海盗的舰队，然后对着其中一艘飞船狠狠地抓了下去，当场就将它抓炸了。宇宙海盗的其他飞船也发现了我，纷纷调转磁轨炮瞄准了我，同时开始蓄能。我的心中顿时一惊，那可是能打穿星球的武器，自己这小身板挨一下直接就凉了。于是我四处环视后调转方向，在磁轨炮发射的那一刻，我猛地冲到主舰附近，下一秒，几道光束从我的身边穿过，直直地打在宇宙海盗的主舰上，顿时爆发出一阵激烈的火花。这时混沌祖龙发出一声龙啸，无数弟子从战舟上御剑而出，在各自位置站定。眨眼间，无数的大小战阵便已经结成。随着混沌祖龙喷出一道龙息，弟子们双手结印，凝出万千剑气，裹挟着炽热龙息激射而下，直接摧毁了宇宙海盗1/4的舰队。宇宙海盗的母舰上响起广播：撤退，第二次讨伐失败，全部退回死星。见宇宙海盗都跑了，混沌祖龙领着无数战舟和弟子进了山谷，宇宙恢复寂静。我仰天一声长啸，终于回家了。随后直接扎进了大夏仙宗的护宗大阵。在穿越护宗大阵的那一秒，我只觉得自己头脑有些昏沉。我本以为是自己这副躯体不适应灵力环境，结果一道金光却突然照在我头上。我抬头一看，几个弟子各自御剑飘在一角，他们一边双手结印施展阵法将我罩住，一边小声交谈：惊世大鹏闯咱们护宗大阵干什么？不会是宇宙海盗驯服的吧？咱几个臭外门怎么打？我已向宗内请求支援，咱们先控住他，支援马上就来。弟子们同时挥手掐指，一道灵气大剑在我头顶凝聚而成。就在大剑即将落下之际，混沌祖龙载着大夏仙宗的宗主汉明山以及副宗主范凌空呼啸而来。汉明山挥手打出一道反应，将那灵气大剑拦在半空，这才低头看我一眼。刚才外面助战那只惊世大鹏可是你？闻言我连连点头。对，刚才打宇宙海盗我还出力来着。一众弟子顿时爆发出一阵惊呼声。我的天呐，这惊世大鹏会说大夏语，连口音都这么正宗，我一定是在做梦吧？汉明山难以置信地抽了范凌空一个大扁揍。疼不疼？范凌空一个机灵，你使那么大劲儿，就算是死人都被你抽活了，你说疼不疼？汉明山甩手轻咳2声，这事不重要。你刚才叫我汉叔，应该是知晓本尊名讳，可否解释一下？我点了点头。您是大夏仙宗宗主汉明山，边上那个是副宗主范凌空。当年您在犀牛贺州游历，装凡人玩仙人跳，正巧碰着我，看我可怜就捡回来了，还给我起名叫樊子南。您不但亲自照顾我，还教我偷看师妹洗澡。还没等我说完，汉明山朝我头顶挥手打出一道灵气，半空中的灵气大剑骤然消散，众人将目光转向汉明山。汉明山清了下嗓子，他刚才所言和我对小凡的了解并无不同。那个小凡啊，你就跟着我走吧。汉明山转身就走，还顺带着擦了擦额头的冷汗。这一把老脸差点让这小子丢光了。混沌祖龙周身金光闪动，转身就朝着东方飞去。我跟在混沌祖龙的身后，试图吸收周围的灵力来恢复状态，可那些灵力却像是穿肠如药，借着我的呼吸侵入我的身体，不断的毒害着我的血液。等到了后山时，我直接瘫坐在石山上。数个的弟子从传送阵中走出，汉明山站在我的脚下打斗。小凡啊，这些弟子是炼药疯的，拿你一点毛发和鳞片做研究。我缓缓点头，毕竟我回大夏仙宗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再说凭借惊世大鹏强悍的身体素质，只要不被切成一片一片的人，应该就没啥大事。不多时，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皮，灵气已经侵入我的骨髓，我只觉得浑身无力。随即我用翅膀包住自己的身体，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渐渐失去活性。汉明山发现我的异样后，急忙挥手召来一个弟子，快去请副宗主过来。而后御剑来到我的面前。小凡你怎么样？怎么还变石头了？我却没有回答汉明山的问题，因为此刻我已经彻底石化，成为了一颗巨大的石蛋。当我再次睁开眼时，我只觉得浑身充满了力气，一轮赤阳悬浮在脑海里，对周围的感知也深刻了不少。这赤阳是什么？算了，等会再说。我舒展自己的身体，张开嘴猛吸了一大口空气。怎么个事儿？我能呼吸灵气了。我环望四周，发现自己正处在一座阵法中心，灵力正缓缓地涌入我的身体，化成暖流在我体内反复游，滋养着我的血肉。我低头观察自己的身体，不对啊，我还是惊世大鹏的身子，灵气应该是对我有害的。这时，范凌空从传送阵中走出。小凡啊，你在这阵法里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待我看清脚下阵法的全貌后，我一个机灵跳了起来。啥玩意儿？这不是十绝赤霄大杀阵吗？之前杀上九重天的时候，可是有大几万的命折在这里头。范凌空轻咳2声，你小子是不是我忘了本副宗主的老本行了？我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范叔啊，你之前不是给澡堂子做隔音阵法吗？范凌空扶住自己，
你小子哪壶不开提哪壶，是阵法大宗师啊！这阵法是我特意改造过的，还加了不少灵材仙料。你现在不是还活蹦乱跳的？我低头看着脚下的法阵，跟自己印象里的10绝赤霄大杀阵一比，的确有些地方对不上。那个范叔您细说，孩子爱听。说着我就伸出爪子去戳范凌空。范凌空看着比自己还大的兽爪，直接御剑飞到我的头顶。说来话长，大夏仙宗在击退域外天魔后，没过几天就从9重天穿越到这个世界。这些年，宗门里发布各种任务，对附近的区域也探索了无数次，这也不免和其他族类产生摩擦。我用翅膀摸自己的下巴，那宇宙海盗也是其中一员。范凌空抬头望天，是的，大夏仙宗本就是最纯正的龙脉，再加上宗里孕育出的无数灵材仙料，这些都引起了外族们的强烈兴趣。他们数次试图攻占我大夏仙宗，但都被我们击退了，还抓了不少的俘虏。通过对这些外族俘虏的实验，我们发现外族生物其本身并不能适应灵气环境，但有一些被阵法影响过的俘虏，竟然能够吸收灵气。我伸出爪子试图挖自己的鼻孔。阵法不光能做杀伐运养，还能改造外族。类似阵法这种东西，不应该只存在于我大夏仙宗吧？范凌空盘腿在我头顶坐着，起码现在是这样。很奇怪吧？通过我们这些年的探索，没有发现任何一种类似阵法的东西。我瞪大眼睛，啥玩意儿？不太可能吧？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符箓，但起码应该有相似效果的符箓啊！范凌空轻拍我的头，小凡啊，这个世界很奇怪，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种族。换言之，所有人都是平平无奇的。但是你想一想，这可能吗？相反，在这个世界，战争却很常见。我们见证了很多种族的覆灭，也发现了许多的遗迹。我们怀疑这里可能是一个窥眼台，有人在做类似养蛊的事情。我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我的妈！范叔，你是说有人在用种族来养蛊？那他图什么？范凌空点头，所有人都是蛊虫，而能做出这一切的，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人。范凌空站起身，扯远了。范凌空随即伸了个懒腰，说说你脚下的阵法吧。根据我们的实验来看，通过对不同的阵法进行改造，再配合一些特殊的灵材，可以达到不同的效果。你身下这个改造过的10绝赤霄大杀阵，可以改变外族生物的经脉运作，甚至影响丹田等穴位的构成，进而加速外族生物对灵气的适应，最高可达到9成。我看向范凌空，范叔上点强度，直接把阵法拉满。灵材不够，从我贡献点里扣。不行，我再给您点宗主的黑料。什么条件您开？说着，我直接张开双翼，想着增加点接触面积，应该就能多吸一点灵气了吧。我只感觉浑身的细胞都在欢呼，身体各处充满了力量，灵气不光在滋养我的血液，还能够储存在我的身体里。范凌空不断摸自己的下巴，最近除了那帮宇宙海盗，也没什么外敌，连俘虏都抓不到。再说之前的实验也不敢太彻底，万一彻底改造后失控就不太合适了，这就导致还有很多细节没有确定，一个不小心可能你就没了。范凌空叹了一口气，小凡啊，域外天魔一战，你已经把自己搭进去一次了，这一次……范凌空抬头眼角带泪的看着我，拍了拍自己的胸，我都这个娘样了，还怕个锤子？这时汉明山从传送阵走出，小凡恢复的怎么样了？范凌空挥手，已经没有大碍了。汉明山抬头看我，小凡，我要告诉你一些消息。随着探索范围的不断扩大，最近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地方，但是那里有极为强大的结界，我们怀疑那里就是这推演场的门。我伸出爪子轻敲地面。汉叔，您是说我们有希望通过门回到9重天？但是现在门上有锁，我们需要找个钥匙。汉明山摸了摸自己的腹部，是的，有门就一定会有钥匙，有些事还需要从长计议。现在天色也不早了，多好好休息一下吧。随即便和范凌空消失在传送阵中。通过一阵时间的阵法影响，我对灵气的亲和程度越来越高，体质也愈发强悍，脑海中那一轮赤阳也越发凝实，一道记忆在脑海中浮现。原来这赤阳就是我能力的具象化。除此之外，我还领悟了技能神威压制。在我得知自己终于有了技能之后，心中那叫一个痒啊！我对着四周偷瞄了几眼，神威压制开。这一刻，我清晰地感觉到脑海中的赤阳缓缓转了起来，一股无形的威压扩散而开。周围守夜的弟子只感到头昏脑胀，身体重的仿佛陷入了沼泽一般。弟子们四处观望后，都将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就连在后山熟睡的混沌祖龙都被惊醒了。混沌祖龙脖子伸得老长，目光不断在我身上打量。我连忙收了神威压制，把头埋进翅膀下面装睡。没过几天，在议事殿里，圣女江天雪看向汉明山：“宗主，您是说小凡变成一只金翅大鹏？可小凡不是在讨伐域外天魔的时候死了吗？我前几天还去后山给他哭过坟呢。”汉明山叹了一口气：“是的，本来我也不信，但他说的信息却偏偏全对得上。你和小凡从小就在一起，你去看看。”不多时，汉明山就带着江天雪来到阵法处。我看向小雪：“我还是别抱了。我一翅膀下去，你都成肉饼了。”江天雪上前2步：“你真是小凡。那我问你，范叔最喜欢的酒是什么？”天雄峰王寡妇的醉池汉。为什么宗主喜欢吃灵气韭菜盒子？因为宗主常年肾虚，手脚冰凉。据说当年汉叔还是个凡人时，是个老光棍，不知怎么就留下了病根，都混成宗主了还。反应过来的我直接捂住自己的嘴，
此时阵法外的一众弟子全都憋得脸色涨红。汉明山愤怒地盯着我，双手拳头攥得直颤。江天雪没忍住笑了出来。宗主，这就是小凡，这些事儿之前就我们俩知道。说着，江天雪也捂住了自己的嘴。闻言，汉明山的拳头握得更紧。随后，江天雪抱着我的爪，不停地问着问题。汉明山在一旁不时插话，不知不觉日头落了，江天雪都已经回去休息，汉明山却仍站在原地。我低头看他，汉叔，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说吧。他拄着下巴沉思了一会儿。小凡啊，我大夏仙宗虽有无数弟子神圣，但你也知晓这世界之大，若是逐个探去，不知要多少年月。偶尔还有外族侵扰，混沌祖龙和我们几个宗门高层只能坐镇山门。若是有你的帮助的话，弟子们的担子也能轻一些。闻言，我直接趴地上打盹。就这点小事啊，汉叔，我身为圣子，给宗门做点事儿，不是很正常吗？要是什么都不做，传出去才叫人嚼舌根，到时候直接叫我就行。汉明山擦了下眼角。最近外出的弟子们找到了一个特殊世界，名为河洛世界。弟子从中带回的材料和宗门附近的结界构成有些相似，但是那里凶兽太多，弟子们折损很严重。我希望你能去一趟，再往深处探索些，看能不能发现点什么。我用翅膀拍自己的胸脯，交给我，你就放心吧，我正好去河洛世界练下手。汉明山点了点头，我去给你安排些弟子，你和他们一起去。随后他就离开了。几日后，我同一众弟子来到了河洛世界，那看起来是个墨色的星球。众弟子收起飞剑，一路步行，路上收集了很多稀有材料，当然也有凶兽把我们当作猎物。体型小一些的弟子们自己就能搞定，余下的我直接发动神威压制，只需要传递一个念头，脑海中的赤阳便开始缓慢旋转，那些凶兽肉体直接被定在原地动不了。我张开翅膀消失在原地，几个音爆之间就清了场，一部分的凶兽尸体进了我的肚里，余下的则是被众弟子们收起，打算带回去做研究。我和弟子们在路上屠戮了几波兽群，我对神威压制的体悟也愈发深刻。我刚穿越过来的时候，要是有这样的，还能提心吊胆的翻拉着吃吗？那些狩猎我的一族早就被我拍成肉酱，还看不起本兽，我呸！收回思绪，我们继续深入。片刻后，我们来到一处山洞处，找到了一个圆盘。试验后发现阵法能够引起轻微的波动，弟子刚将其收起，洞外便传来一声尖笑，无数兽吼接踵而至，弟子们满面痛悔的捂住耳。我则是直接冲了出去，原地调息，没我允许，谁都不许出来。可没想到我刚出洞口就傻了眼，只见无数凶兽围在洞口，不远处似乎还有一座小山在往这边移动，凶兽们全都向着我身后的洞口冲来。我直接开启神威压制，脑中赤阳开始旋转。你们河洛世界没有自己的食堂吗？我和这些弟子加起来都不够你们塞牙缝的，关键是我还不能跑，这么多弟子跟我出任务，我要是就揣点弟子碎片回去，还不得被宗里那群老头子打死？我就不信了，你们还能比域外天魔牛掰？想到这儿，我用身体堵住洞口，尔等孽畜也配逞凶？随后我配合神威压制，挥动翅膀将冲在前头的几只凶兽腰斩。不多时，洞口已经挂满了残肢断肢，很快我浑身的力气就快用光了，头脑也感觉愈发昏沉。但凶兽的冲击还在继续，又是一声尖笑响起。不知何时，那小山已经来到我的面前，伸出两只利刺直插我的脑袋。我一声长啸，喝退周遭凶兽，张开翅膀扑向那小山，爪子用力一挥，打断了逼近的利刺。那小山的真面目也暴露出来，竟是一只头生独角的蜘蛛，周身花纹光芒流转，看体型应该是这河洛世界的兽王了。他舒展身体，将8只猪毛钉在地上，仰头一声尖笑。我只感觉脑中赤阳一滞，糟糕，这丑东西能破我的领域！我连忙挥动翅膀，呼吸间已经杀至独角蜘蛛面前。趁着独角蜘蛛还没反应过来，我张开大嘴狠狠咬在它的腹部，转身借力使劲一甩，独角蜘蛛带着一抹血色飞出老远。周围的凶兽见状都忍不住后退几个呼吸的功夫，那独角蜘蛛又杀了我。只见它腹部一道狰狞的伤痕极其惹眼，就连周身的花纹也暗淡了一些。独角蜘蛛挥舞着猪毛向我猛冲，我感受了下自己的身体状态，已经不能打持久战了。我立即将神威压制开到最大功率，脑中赤阳疯狂旋转起来。我仰头一声，提名阵的云层扩散，随即张开翅膀飞上半空，一道近乎实质的威压自我体内爆散而开，周围不少凶兽直接被震成碎肉，独角蜘蛛被原地掀翻。几个音爆间，我已出现在独角蜘蛛身上，借着神威压制的效果，我手爪猛挥，独角蜘蛛不多时就浑身是血，不断发出刺耳的悲嚎，还在捂着8只猪毛试图将我赶进去。我一口咬在独角蜘蛛的头上，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没有第二种可能。片刻后，独角蜘蛛的血染红了大腿，我掏出它的心脏飞上半空，在凶兽面前捏得粉碎，气氛无比安静。这一刻，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舒畅，近100米的翅膀张开，一声嘹亮的王之怒吼响彻整个河洛世界，见证救王的陨落，为本圣子的新生献上你们的祝福吧！话落，凶兽们匍匐在地，身躯不住的颤抖。我转头看向洞口，都出来吧！
一众弟子从山洞中走出，见状不约而同地咽了一口唾沫。休息片刻后，我们继续深入探索。之后的路程极其顺利，凶手们见到我就直接跑开了。最终，除了那神秘圆盘外，我们还找到了一些散发特殊波动的碎片。回到大夏仙宗后，一众弟子将得到的东西全部上交宗门，拿到贡献点后就去做自己的事。我则是回到法阵中，继续增幅身体。通过这次河洛世界之行，我对自己的实力又有了更深的认知，连带着琢磨怎么觉醒新的技能。没过几天，范凌空找到了我，小凡，你带回来个了不得的东西。我们通过一些手段，发现那枚圆盘能够投射出一幅地图。我们对比后发现，上面绘制的正是这个世界，就连之前发现的门都标记出来。我瞪大眼睛，也就是说，钥匙可能有线索。范凌空点头，地图上除了门之外，还有3处做了标记的特殊世界，至少应该和钥匙有关系。我站起身来，什么时候出发？范凌空拍了下我的爪，已经在安排了，到时候会告诉你，只是又要辛苦你了。我拍了拍自己的胸口，我可是圣子，这点事儿还不是手到擒来。范凌空离开后，我抬头盯着无尽星空。如果我们都是所谓仙人的筹码，在接触到这世界的真相后，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呢？神罚吗？第二天，范凌空从传送阵中走出，小凡准备一下，要出发了。我站起身子，舒展羽翼。我的大骨头还没进肚呢，你陪我。范长空双手摊开，你给我当骨头造了吧。我收回翅膀顶在下巴上。也行，副宗主羽化仙逝，圣子临危受命也合理。范凌空身后立即结成一个杀阵，见状我挥动翅膀直接冲天而上。弟子们已经在山门待命了吧？我得赶紧出发了。说着便冲出去，带着弟子们出发了。在我们抵达标记的特殊世界后，发现那是一颗血红的星球，我还捕捉到了一些特殊的波动，那波动让我有些心悸。之后我们又飞了好久，才发现一座类似祭坛的建筑，我有些懵了。异世界也搞献祭那一套啊！就在这时，几道浩荡剑光突然呼啸而至，我和弟子们惊险躲过，顺着剑光传来的方向望去，只见祭坛正中的石像开始崩塌，露出一个身着盔甲、手持斩首剑的人形生物，身后4对赤红羽翼挥舞不停。一旁的弟子靠过来，圣子大人，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人形生物，应该是灭绝许久的屠戮天使。还不等我思考，屠戮天使就对着我们飞出几道剑光。千钧一发之际，我脑中赤阳开始旋转，神威压制开启，压的剑光都慢了不少。我挥动翅膀将剑光尽数摧毁，随后我看向那些弟子，你们去外面等着。我猛冲过去，直奔那屠戮天使的心脏。他抬剑格挡，却被击飞出去老远。路上带起漫天烟尘，当烟尘散去，只见那屠戮天使胸口处破开一个大洞，伤口处肉芽正飞速生长缠绕，转眼间便恢复如初。我咽了一口唾沫，这恢复能力有些变态了吧？这么重的伤，连我都得养个10天半月。范叔，这我打个锤子。随即我转身就躲，主打一个从心。那屠戮天使见我要逃，直接举起斩首剑，开始不断凝聚血液，转瞬间形成一个半圆罩住祭坛。我回头看向提剑走来的屠戮天使，横竖都是死，搏一搏单车变骡子。想到这里，我立即回身，神威压制全开，脑中赤阳开始疯狂流转。等那屠戮天使即将到我近前时，我发出一声啼鸣，只见他身子向下一弯，手中剑直接插进地里，身后4对翅膀保护自己。我飞至半空，伸出利爪用力向前探去。屠戮天使抽出斩首剑向上一挥，巨大的蘑菇云升腾而起。还未等烟尘散去，屠戮天使以极快的速度来到我的面前。在求生的本能下，我下意识地将神威压制拉满，一瞬间就掏空了我所有的精神力。我明显地感觉到脑中的赤阳开始牵引周围的光线，周围的残骸化为无数飘光融进我的身体，记忆在脑海中苏醒，神威压制立刻进化成了视光神域，精神力瞬间回满。我直接乐了，牛掰啊！这回我还怕个毛线啊！屠戮天使见状，身体开始升温，巨大的爆炸声响起。当他再次出现时，翅膀已经没了一对。我仔细看了看他，你也不行啊，也就域外天魔大将那档，当年我翻手就镇压了。闻言，他飞至半空，身后的3对翅膀发出刺眼光芒，随即化作血光融进他的身体。当我反应过来时，屠戮天使已经杀到我的身前。我脑中赤阳飞速旋转，赤光神域开，随后我挥动翅膀调动体内灵力全部爆发，仰头一声尖锐的啼鸣，袭来的斩首剑都被震得偏了几步，却还是刺进了我的胸口。犹豫就会败北，我爪子探开握住屠戮天使的喉咙，随即用力猛地向下一甩，清脆的捕猎声响起，屠戮天使趴在地上浑身是血，血液屏障也破碎开来。我抬头看向半空中的一众弟子，去里面探索一下。而后我涌动灵力逼出胸口的斩首剑。没过多久，弟子们拿着一些石板和碎片走了出来。我起身带着他们返回宗门。回去的路上，我不断翻看那些石板，他们似乎讲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回到宗门后，那些碎片和石板被范凌空拿走做研究，我则回到阵法里养伤。没过多久，范凌空就来了，他把双手背在身后。经过我们的推演，那个特殊世界就是消失许久的启明星，原著种族就是屠戮天使一族。我不解地看着范凌空，范叔，就单体战力来说，他们很强，怎么会灭族呢？再说启明星表面不可能全是血液吧？范凌空叹了一口气，这就要说带回来的那些石板。根据上面的记载，屠戮天使曾经举全族之力挑战过一个类似仙人的生物，最后屠戮天使一族就剩下那根独苗。以石板的记录来看，
神明完全可以摧毁启明星，为什么要将屠戮天使的血留在上面，而且还要单独留下一只呢？我叹了一口气。范叔，屠戮天使一族能意识到天地的真相，我们也可以。对其他种族来说，也是一种警示。你们发现了真相，又能怎样？启明星就是下场。至于那根独苗，仙人可能是在让他赎罪吧。对了，范叔，那些碎片研究的怎么样了？范凌空随便找了块石头坐下，我们将那些碎片拼凑起来，发现它很像一把钥匙，这可能就是门的钥匙，但现在只有一部分。我用翅膀顶着自己的头。余下的特殊标记事件应该能够将钥匙凑齐吧？范凌空站起身，现在看来是这样的，我们马上就要揭开世界的真相了。我看向范凌空，可我们真的能战胜仙人吗？那举手间能荡平一方世界的伟力，太可怕了！范凌空站起身子，伸了个懒腰。小凡，别忘了，我大夏仙宗当年也不过边陲一片弹丸之地，现在却是天下第一大宗，就连九重天都是从一路杀上去的，还有什么好怕的？只要他敢来，我大夏仙宗就敢杀。没过几天，我便和弟子们动身前往第二处特殊世界。这里是一个标准的巨大立方体，着陆后众弟子不断收集各种材料。当我们探索到一处深坑时，大地突然开始震动，我们的脚下不断出现裂缝。转眼间，地面已经被分割成许多巨大的方块，将我和众弟子分割开来。还不等我们反应，他们竟像魔方一般的旋转起来，失重感传遍我的身体，只感觉身体向后一倾，耳边不时响起弟子们惊恐的声音。我急忙张开翅膀冲了出去。当我回到天空时，一众弟子已经不见了踪影。此刻的世界变成了无数移动的立方体，它们毫无规律的移动，许多缺口出现而后消失。我用翅膀裹住身体，朝着立方体砸去。落地后，我张开翅膀，发现竟然只留下一个巨大的深坑。下一刻，无数灰色的液体涌出，对其进行修复。我伸出爪子用力一挥，却只留下几道淡淡的抓痕。我再次飞到半空。如果弟子们遇到什么棘手的凶兽，那就麻烦了，时间很紧啊！我连忙开启视光神域，周围的立方体移动速度瞬间慢了下来。还是不行啊，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控制这些立方体。凭借金翅大鹏极强的感知能力，我发现这些立方体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空出一条通道，它们长短不等，却可以相互连接，直达这特殊世界的深处。我看准时机，瞄准一个缺口，猛冲而下。然而就在即将抵达下一条通道的瞬间，头顶的立方体猛砸而下。我立刻开启视光神域，那立方体下坠的速度陡然变缓。我急忙挥动翅膀穿过，不知过了多久，面前没了通道，取而代之的是无数移动的立方体，正中间是一座方形祭坛。我的目光被中间漂浮着的那块板子吸引，看来这就是核心了，得赶紧拿下。想到这，我张开翅膀向着方形祭坛冲去，但就在即将着陆的一刹那，透明立方体中的板子竟然闪烁起来。下一刻，我竟然回到了原地。这时头顶一块立方体猛然砸开，我立即开启视光神域闪身躲。这时才发现，周围的空间也在随着那些立方体移动，所有的退路都已经被巨型立方体堵死，他们似是老早的等在这里。我扫视四周，视光神域只能拖延时间，既然已经无路可逃了，那咱只能拼命割了。我果断收起视光神域，用翅膀护住自己身体。下一刻，我就感觉全身都被挤压，直接吐出一大口鲜血。这时，周遭的立方体缓慢向后挪动，我趁机闪身往外逃离。一路上不断有立方体向我袭来，此刻的我浑身是血，已经冰死。可我不服，记忆在脑海中浮现。大雪天被人丢在路边自生自灭，濒死之际被汉书捡回一条贱命，努力修行成为圣子，以命相争，拿下域外天魔，结果却魂穿金翅大鹏，吃尽苦头。好不容易回到大夏仙宗，如今却要死在这里。我只觉得自己的命同这些立方体一样，被看不见的大手随意拨弄。我双目血红，满是疯狂。我不服，我不甘心啊！脑海中那道赤阳疯狂转动，射出万道金光滋润我的身体和尸骸。身边巨大的立方体竟被轰然推散，一声啼鸣在这空间里回荡。视光神域立刻升级成了浩渺灵尊。我心中一喜，当我的身影再次出现，我高悬一块立方体之上，金黄的身体变成耀眼的琉璃之姿。我俯首望向方形祭坛，翅膀挥动间已经出现在祭坛壁垒。那厚重板子感觉到危机，其周身不断有光芒闪烁，随即无数立方体向我砸来。我身后的大日虚影旋转，破碎的空间竟然稳定下来，那些立方体也停在了原地。我扇动翅膀，周围空间翻转，那些立方体直奔那祭坛打去，随后在板子周围轰然炸开，我出现在那板子上空。怎么样？现在这里我说了算。那板子暗淡下去，轰隆声从四周传来，一股强劲的吸力从脚下爆发。我向四周望去，无数的立方体以极快的速度向内收复，目标直指祭坛。我盯着那板子，是打算鱼死网破吗？想的倒是美。我抓住板子，随即扭头看向那些不断落下的立方体。刚才生死之际，视光神域升级成了新技能，正好是浩渺独尊。刹那间，落下的立方体瞬间静止，身后的大日虚影逐渐膨胀。我能清楚地感知到周围的一切细节，只要我想，就能选中一个目标进行任何操作。不多时，我便找到了失散的弟子们，心中意念一动，便将他们挪移到我的面前。我将板子交给他们，随后起身一声啼鸣，这个世界渐渐恢复成那个巨大的立方体。我让一众弟子站在我身上，张开翅膀便腾空而起。没过多久，便返回了宗门。第二天，范凌空找到我，说出来你可能不太信，那板子其实是一颗大脑。我用翅膀指向自己的头。范叔，你是指这个脑子？范凌空苦笑一声，根据我们的推演和对比，那板子正是平花一族的大脑。
它们的身体构成很特殊，那些移动的立方体都是它们身体的一部分。我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啥玩意儿？范叔，你说庭花一族都是金属筷子，那他们怎么造小孩啊？不会是孙大圣的娘家人吧？范凌空捂住自己的脸，随即轻咳2声。这个就涉及到庭花一族的历史，他们热衷于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改造，并将这一过程叫做飞升。庭花一族不光改造自己的生命形态，还具有超越时代的智慧。他们也曾联合其他部族去挑战所谓的仙人。这板子应该是庭花一族首领的大板，族人则是被神明改造成了那些立方体，用以告诫世人。至于其他部族，我就不知道了。那些钥匙的碎片就在这板子。我身子一晃，差点瘫在地上。那板子是活的，不敢想象自己的族人被仙人炼成一个世界，每天睁眼就是族人飘忽的血肉。这样做和那些邪修有什么区别？还配叫仙人吗？范凌空转身离去，谜底马上就要被揭开，只差最后一个特殊事件。宗里也进入备战状态，以防不测。是回到九重天，还是除脑不准？成败在此一举。天刚亮，我便带着弟子们直奔最后一处特殊事件。还未着陆，灼热的气浪便扑面而来。身后的弟子们连忙打开阵法护住自身。我眯眼望着那特殊的世界，眼前分明就是一颗燃烧的巨大火球。随着我和弟子们的不断深入，我们只感觉浑身血肉都快融化了，就连身体里的灵气都开始溢散出来。众弟子面色发白，不停地往嘴里嗑药。我回头望向他们，你们去外面等我。弟子们互相对视一眼，下一刻已经没了踪影。我眼角猛地抽几下，不是，你们真走啊？正常不应该吵着要留下的吗？随后我挥动翅膀向下猛冲，不多时便抵达了地面。启明星被搞得血海无边，庭花整族的血肉被炼成立方体世界，脚下这赤焰又是什么东西？我回想之前范凌空告诉我的一些发现，加上这火给我的感觉，不就是熔火巨人吗？随着我的不断深入，一个巨大的祭坛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收起翅膀降落在祭坛上面，仰头提名一声：本圣子，时间紧，任务重，直接打还是走程序？然而祭坛却毫无反应。我用翅膀抵住脑袋。难道这仙人开了智，武斗变解谜了？我飞上天空，开启浩渺独尊，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现。莫不是仙人在消遣我？这里其实什么都没有。我刚掉头准备离开，一抹亮光映进我的眼睛，我扑腾着翅膀跑去，发现那是一块碎片，其散发的气息无比熟悉。我心中一喜，抓着碎片就往出转。这时祭坛开始震动，地面不断隆起，一声咆哮响彻云霄。2只大手从地底探出，我松开碎片飞到半空。难道这祭坛能屏蔽掉我的探查？果然是仙人手笔。不多时，一个100米高的身影从地底爬出，他身体似是熔铸的仙金，胸口一颗燃火的心脏缓慢跳动，正是熔火巨人。此刻他捂着肚子上的碎片，另一只手还在揉自己的眼睛。等他看清我后，一声爆喊，其胸口的火焰暴涨，几道火柱直奔我的面额。我急忙开启浩渺独尊，身后大日虚影旋转，带出一阵吸力。熔火巨人身形一滞，而后在周身形成了一道火焰屏障。他双手抱拳，竟突破了浩渺独尊的压制，对着我猛打2下。我急忙调动体内的灵力，伸出双爪顶上熔火巨人的拳头。一阵钻心的疼痛袭来，我的爪子竟然被烧成了暗红色。我挥舞翅膀，几个呼吸间就远离了战场。大地开始震动，熔火巨人趁着我分神之际向我冲来。他捶胸怒喝，心口处迸射出一道火光，直接擦破我的胸口。我的羽毛瞬间被焚烧殆尽，但下一刻，我伤口处的灼烧感进化为暖，不断的滋养我的身体。我心中一喜，这是因祸得福啊！熔火巨人竟然无意间淬炼了我的身体。我挥动翅膀，几个呼吸间出现在熔火巨人面前。他伸出双手格挡，随后身形猛地一拖，熔火巨人的双手被我的爪子紧紧钳住。我调动全身灵力，一个头锤直接砸在他的头上，伴随着轰隆一声烟尘四起，熔火巨人的哀嚎响彻云霄。当烟尘散尽，我的利爪已经探入他的心口，随后用力一捏，熔火巨人渐渐停止了挣扎，他的身体不断崩解暗淡，直到碎成一块块的时候。一阵摸索后，我找全了散落的碎片，随即起身去寻外面等待的弟子汇合，带着碎片返回宗门。刚回大夏仙宗不久，范凌空就背着手来到我的面前。小凡啊，明天我们就要揭开这世界的真相了，你害怕吗？我伸了个懒腰。仙人来了，揍他就是。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有什么好怕的？范凌空笑了笑，转身踏入传送阵离开。太阳出生，汉明山一声令下，全宗进入备战状态。范凌空拿着碎片走到我的面前，小凡，这阵法我先用一下。我挥动翅膀飞到半空，给他留出一片空白。范凌空走到阵法中心，随后挥手打出2道灵气，一道打入碎片，另一道则汇入阵法。瞬间灵气翻涌，随后那些碎片逐个升空，融入我的身体。一股暴躁的力量在我体内横冲直撞，无数古老的记忆涌入脑海。我猛地吐出一口鲜血，范凌空赶紧停下阵法。怎么会这样？小凡，你没事吧？这些碎片难道是仙人的什么手段不成？未等他说完，一道恢宏的声音自天际传来，总有蝼蚁不安分，妄想跳出规则之外，真是讨厌啊！我顺着那声音望去，发现空中一只巨大的眼球突兀出来，其身上还有一道狰狞的疤痕，我一眼就认出他是守门者索林，当即振翅而起。索林，不入天使给你留一道疤还不够使，还敢来我大夏仙宗逞能？索林瞳孔放大，你既然知道我，还收集碎片妄图开门，简直是挑衅我的权威。索林从瞳孔中射出一道粗大的光柱，我张开翅膀对着索林一声提名，一道无形的屏障将光柱挡下。
见此，索林嗤笑一声，陨落吧，像那些挑战我的蝼蚁一样。索林身子颤动，发出嗡鸣之音。这时破空声接连响起，数不清的陨石从天而降。我张开翅膀，调动体内灵气，将其全部汇聚于身后的大日虚影。你一个破眼珠子，在我的地盘狂什么？浩渺独尊，开！大日虚影笼罩住整个宗门，将坠落的陨石全部接住。汉明山大手一挥，众弟子听令，结阵御敌。一众弟子御剑而起，空中无数阵法浮现，万千箭雨从中射出，直奔不断砸下的陨石。我只觉浑身压力一轻，收了浩渺独尊，双翅一震，几个呼吸间便来到索林面前。身后的大日虚影带着恐怖的高温，直接砸向索林，他的瞳孔被瞬间融穿，随后一声哀嚎响彻天际。卑微的蝼蚁竟敢伤我，要不是我出了结界，你们都得死。索林的身体不断虚化，几个呼吸间就彻底消失了。随后我返回阵来，弟子们已经悉数散去。汉明山和范凌空满脸疑惑的围着我。小凡，那些碎片怎么融进你的身体？还有我们怎么看不透你的实力？我对着这俩人亲了下嗓子。那些碎片融进我身体后，许多陌生的记忆就灌入了我的脑海。天花一族是最早发现了世界的真相，他们找到头颅天使和熔火巨人，经过商议后组成了讨伐仙人的联军。范凌空直接瘫在地上，这么强大的联军，结果就是被仙人逐一扑灭。如此伟力，我们真的能打过吗？我点了点头。为什么不能？那些碎片里面藏着天花一族的记忆，所谓的仙人不过就是生命属于更高层次的存在，说白了就是咱们都是画里的人，仙人就是画家。那些碎片能够让生命完成跃迁，达到更高的层次，帮助我从画中人变成执笔者，并不是什么钥匙，但可能是我被阵法改造过的原因。我还需要大量的灵气才完成突破。范凌空站起身来，也就是说，小凡如果能够突破成功的话，咱们就能离开这里。我这就去给你调动资源。接下来的几天，范凌空带着几个长老不断的改进阵法。几天后，炽热的火光自阵法中心散开，嘹亮的啼鸣响彻整个宗门。此刻的我完成了生命层次的跃迁，甚至恢复了人形，就是浑身裹着金光，别人看不太清。混沌祖龙从云层中探出头来，双眼中满是震惊，无数流光紧随其后从四面八方飞来。弟子们高悬天际，对着阵法手中掐诀蓄势待发。发生什么事了？难道是嫡袭？后山在做什么？怎么这么大动静？就刚才那声鸟鸣听着好耳熟啊！这时两道浓厚的灵力光柱落下，汉明山和范凌空两人持剑，周身灵力涌动。怎么回事？后山禁地遇袭了？谁有这么大的能耐？我看着自己的身体，满脸兴奋。原来完成生命层次的跃迁后，便可以不再受躯体形象的束缚，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也愈发深刻。现在我也是仙人了，也有举手投足间改天换地的本事了，真是未来可期啊！我看向周围的弟子，伸手指向天空，一道100米宽的惊雷凭空落下，身上的金光也渐渐消散。当众人见到电光中拿到身影时，都惊掉了下巴。我看着他怎么这么眼熟啊？对啊，好像咱们圣子大人。瞎说什么？咱们圣子不是变成金翅大鹏了？不是你们睁大眼不看吗？那不就是咱们圣子？我靠圣子重新做人了。汉明山和范凌空看着我满脸的震惊，我走上去给他们一个拥抱。韩叔、范叔，我终于变回来了。现在的我也是仙人了，能够操纵这个世界的空间。那门在哪？你指个方向，我带着你们回去九重天。汉明山满脸欣喜，你刚变回来不久，先熟悉下自己的身体。关于门的事，宗里需要做些准备，以防有什么不测。3天后，咱们大夏仙宗举宗图审。我挥着拳头答应下来。3天的时间转瞬即逝，天刚亮，一众弟子和长老已经等在山门。我化作一道金光落在汉明山身后，他抬手指向南方。小凡，那门就在南方100万里，外面被黑洞一样的结界包裹。听完我升上半空，闭上眼睛，将自己的精神力向着南方探去。没过多久，我睁开眼，找到了，就连索林也在里面。随后我伸出手对着南方一抓，一颗不断放大的黑点飞速袭来。不多时，一颗巨大的黑洞停在山门100里之外。这时守门者索林从黑洞中飞出，他的贯穿伤已经好了。在其环视四周后，将目光落在我的身上。索林死死地盯着我。你竟然突破了生命层次，不可能，只有主人才能走到那一步。汉明山刚要叫弟子结阵御敌，我挥手打出一道金光落在山门前，将大夏仙宗一众弟子护在其中。你们在后面看戏就行，看本圣子单刷他。随后我一个瞬移便来到索林面前，一只黑色大手在他的头顶凝结而起，对着我就抓了下来。我身后大日浮现，直接飞出撞在那黑色大手上。黑色大手握住大日，刺啦作响，最终化作无数黑烟飘散。见此一幕，索林转过身去，那黑洞化作丝丝细线被他吸入眼球。索林的身体不断扩大，最后化作一只1000米大小的树洞，倒挂在星空之上。一柄黑色大剑带着吸力从树丛中射出，空间不断碎裂，就连护宗大阵都嗡嗡作响。我伸出一根手指，指尖凝出一道金光，直奔索林。金光将黑色大剑瞬间击碎，紧接着直接刺进索林化作的树洞。巨量的黑血自索林身体涌出，索林的身体不断干瘪，最后变成无数碎片飘飞。待索林死后，我一个瞬移回到山门，范凌空激动地跑过来。这就是突破生命层次带来的力量，比杀阵叠在一起释放还要强。我点了点头。在完成生命层次的跃迁之后，只要我想，就能随意操纵这世界的一草一木，甚至是生命。说着，我伸出手对着气隔空一抓，下一瞬门就出现在山门外，那是2根高耸的黑色石柱。我收起拦在山门的金光，范凌空就带着长老们冲了出去，将那门团团围住，进行各种实验。汉明山来到我的身旁，
先回去休息一下吧，估计你范书得研究一阵子。说完就带着我和一众弟子进了山门。这一夜，全宗上下灯火通明，弟子们在得知马上能够回到九重天后，都是兴奋的睡不着觉。但此刻，宗门议事大殿的气氛却格外死寂。汉明山揉着自己的太阳穴，小凡啊，你是说你要自己进入门里？可是关于门后是什么样子，我们还一无所知。你真的认为那仙人是什么好东西？我站起身子，一声苦笑。宗主不必再炫了，仙人的威力您都看到了，我一只手就能按死锁链。进了门后，如果遇见仙人还爆发了冲突，整个宗门都是我的累赘。我是本宗圣子，杀域外天魔死了是我没本事，但现在我有了仙人的实力，站在了这个世界的顶点，自然要担起身上的责任。这事就这么定了。随后我径直走出大殿，没过几天，范凌空就传来消息，门可以使用了。我化作一道金光，直接就来到山门。门的周围无数阵法交相辉映，正中间则是紫色的漩涡流转。见我来了，范凌空叹了口气：“小凡啊，你真要自己进去？老汉他都告诉我，你好不容易重新回来，哪怕什么都不做，也没人说你闲话。”我上前轻拍范凌空的肩膀：“范叔，您帮我把门打开，就已经是最大的帮助了。我要是没回来，你就把门关上，甚至封死。”说着，我转身就要踏进漩涡。这时，无数弟子飞到了我的身后，万千人同时开口：“大夏仙宗，祝圣子五运昌隆。”我笑着点了点头，抬脚迈入紫色的漩涡。在穿越那紫色的漩涡后，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沙漠。我环视四周，将目光落在不远处那突兀的石屋上。我站在原地拖着下巴。这里不是九重天，难道门后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一边思索一边前进，不多时就来到了木屋附近。伴随着一道刺耳的开门声，石屋的门被一个老头从里面推开。我认出了他，正是所谓的仙人奇诺。奇诺抬头看着我，这是看老头子我岁数大，连养的宠物都敢来脸上撒泼。奇诺吐了一口唾沫，索林那个废物，连条看门狗都做不好，这点小事还得我自己来。说着，奇诺就一个瞬移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伸出右手，直接拍在我的天灵盖上。我对着奇诺的手轻轻一拍，他的手臂便传出清脆的骨裂声。奇诺满脸的不可置信，几个呼吸间就退回到了木屋门旁。他眯着眼对我打量个不停：“你竟然完成了生命层次的跃迁，这怎么可能？”我扭了扭手腕：“我有很多事情要问，是我先把你打服，还是现在你自己交代？”奇诺眉头微皱，狂妄的小子也以为跃迁了生命层次就无敌。今天老头子我就告诉你，什么叫人外有人。奇诺脚下一团黑影不断扩大，一只影子凝成的巨大触手从中探出，对着我拍了下来。我挥动手臂，一只100米长的大鹏翅膀腾飞起来，对着那触手扇了过去。一声炸响传出，这次奇诺欺身而上，胳膊上黑光流转，凝成一支尖刺直奔我的心脏。我张开手掌向前探去，一只泛着金光的巨大鹏爪出现在我面前，直接抓住了那黑色金子。随后我将掌握成拳猛地旋转9指，鹏爪同步我腹膜，只听咔的一声，黑色尖刺应声而断。奇诺的悲嚎声响彻云霄。当他再次出现时，已经没了一只胳膊，伤口处黑血不停地流出。我一个瞬移来到奇诺面前，伸出手掐在他的脖子上。到了你我这个层次，只需要几招就能知道对方的深情。现在要么回答我的问题，要么我送你上路。奇诺不停地挣扎，他越是挣扎，我的手就掐得越紧。最终，奇诺嘶哑地开口：“我答应你，会将我知道的都说出来。”我拎着他向石屋里面走去。你在试验场里做类似养蛊的事，是为了什么？奇诺此刻已经没了力气。每一位仙人手中都有自己的试验场，里面的无数种族都是仙人的筹码，或者说是蛊虫。由于仙人的惊天伟力，用蛊虫间的赌斗代替仙人间的厮杀，这是约定俗成的事情。当我们之间发生冲突时，便以蛊虫赌斗的结果决定最终的话语权。我走进屋子，将奇诺扔在一边，手中凝出2只光毛，将它钉在墙上。也就是说，蛊虫除了可以互相赌斗解决纷争，还可以用来交易。奇诺有气无力的人。蛊虫不光可以调节仙人纷争，亦是仙人间流通的货币。但你们不同，你们是我淘来的。我盯着奇诺的脸，你能不能活，就看你交代多不多。奇诺用力喘了几口气。每当仙人死亡，其手下的试验场就会瓦解，那时无数种族沦为无主之物。其余的仙人可以亲自前去挑选一些中立的试验品带回，也可以让自己的蛊虫对其进行蚕食，继而不断变强，甚至进化。我脑中回想起穿越前的域外天魔，想来那些就是其他仙人的捕虫了。我伸出手掌对着奇诺轻轻一挥，定住他的光毛消散。最后一个问题，我要如何才能回到之前的试验场？奇诺思索了一会，你是要回到原来的试验场，自己去做仙人，成为我们的一员？我点了点头。不然呢？和你一个老东西打生打死，我图什么？奇诺艰难地站起身，脸上勉强挤出一抹笑容。早说啊，这不是伤了和气。我现在就告诉你空间坐标，你赶过去也就几天的事。随后奇诺告诉了我原来试验场的坐标。我面带笑意地看着奇诺，你还有什么遗言吗？奇诺张大了嘴巴，你不能杀我，你问的我都告诉你了。他说话都开始语无伦次起来。我看着奇诺慌张的样子，脑中回想起数次自己濒死的场面，一声声的怒吼和提名在我心中回响。果然地位越高，就越是怕死。我伸出手拍在他的头顶，我这辈子最看不起的就是你这种喜欢玩弄他人命运的东西。我拎着他的头将他扔了出去，奇诺的身体直接将门板砸穿，我一个瞬移将拳头打在他的脸上。你们这群渣子自诩为仙人，却做着人面兽心的勾当。你知道我们活着有多难吗？域外天魔入侵时死了多少弟子，他们都是没娘生没爹养的吗？你们这群渣子还称仙人，你们也配！我挥舞着拳头不断打在奇诺脸上，他的身体疯狂的抽搐，接着轰然炸开，显然是死的不能再死了。
无数的沙尘暴开始出现，沙漠也不断的裂开缝隙。随着奇诺的死亡，这片空间也要崩塌了。我站起身子，身后一轮大日升起，恐怖的温度将身上的黑血灼烧殆尽。我低头看着奇诺的死相，长叹了一口气。毕竟我能完成生命层次的跃迁，也是成了平花这些先驱者们的恩德。如今奇诺已死了，希望他们泉下有知吧。随后我走向那紫色的漩涡，准备动身返回宗门。刚回到山门，身后的紫色漩涡便消失了，两侧石柱也裂成了数柱。范凌空听见异响，直接就冲了出来。我看着他叹了一口气。范叔，叫宗主他们去议事大殿，我有些事要告诉你。说着，我便走进了山门。不多时，议事大殿的众人得知关于仙人的事，都是一脸震惊。汉明山双手握拳垂在凳子上，这群该死的东西，竟然拿人命去做筹码。范凌空的拳头也是攥得直响。后山那么多的鬼，都是这群畜生干的好事，怪不得九重天总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纷争，原来都是狗屁仙人搞的鬼。我捏了捏自己的眉心。汉叔，安排一下弟子们。如今奇诺已死了，这个世界只会随着其他仙人的介入更加的混乱。3天后动身返回九重天，我现在也是仙人，能保大夏仙宗无虞。众人满脸复杂的走出议事大殿，我则是来到启明星，对着其一挥手，启明星便缓缓消散。紧接着是庭花和熔火巨人的世界。随后我回到宗里，在后山又立了3座新坟。若有来生，就来我大夏仙宗吧，我保你们衣食无忧。3天的时间转瞬而逝，天边一抹鱼肚白刚刚泛起，我飞至半空，化作万米之巨的金翅大鹏，随后身体虚化，将整个大夏仙宗照进身体，随后向着奇诺告诉我的空间坐标前进。1天的不眠不休，我终于带着大夏仙宗回到了九重天。刚进入九重天的地界，我便感受到了熟悉的灵气环境。弟子们都从宗里御剑而出，一部分直接冲向原来大夏仙宗的方向，另一部分则是兴奋地围着我转圈。咱们回到九重天了，圣子牛掰啊！以后谁敢说圣子坏话，我第一个不答应。都说圣子未曾婚配，您看小女如何？我转头看向那女弟子，有些姿色，但还是不如我家小雪。这时之前那些提前返回的弟子回来，他们浑身带伤，十分气愤的样子。圣子，不好了，咱们的地方被清河宗占了，我们向其讨要，他们竟然直接动手将我等打伤，还出言辱我大夏仙宗，您要为我们做主啊！我眉头一皱，化为人形悬在半空。汉明山御剑来到我的身旁，应该是看中了宗门地下那些丰厚的人脉，再加上之前清河宗阻拦咱们来九重天却被打得很惨，这是寻仇来了。我扭头看向汉明山，汉叔，要我说还是没给他们打。宗里介不介意多个附属宗门啥的？汉明山看着我眉头微皱，我伸了个懒腰。当年清河宗就是我带头拿下的，这次还是我去，你们在这等着，我去就回。随即我便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远处，几个呼吸间我便来到了清河宗的山门。我手中鸣出一枚百米之巨的火锤大日，对着清河宗的护宗大阵就投了过来。大日撞在阵法之上，竟然缓缓将阵法鸣穿。清河宗瞬间钟声四起，离席，所有弟子结阵御敌，都快点！护宗大阵马上就要撑不住了。清河宗圣子洛星河率先冲出，无数蓝光紧随其后，最后是一只身长100米的蓝色正宗巨人。洛星河不敢置信地看着我，你不是死了吗？怎么可能？大白天的闹鬼！我双手抱胸看着洛星河，你身为我的手下败将，却还是能成为清河宗的圣子，我怎么就不能活着？当年某些人被打的那个惨啊！洛星河被揭了伤疤，当场就怒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如今我修为大进，在这九重天里无人是我的对手。宗里的灵脉也已化龙，乃是这九重天的第一大宗。之前那些弟子没给你们打死就不错，还敢再来犬吠！我抬脚一个瞬移来到洛星河面前，伸手抓住了他的脖子。洛星河赶紧调动灵气护住周身，见状我手掌用力，灵气屏障便碎成无数光点消散。洛星河不断的扭动身体，怎么可能这么强？我抓着他就要向清河宗的山门扔去。这时一声怒喝传来，庶子而赶！我眉头微皱，掐着洛星河的那只手用力一甩，下一瞬，洛星河直接呈大字形的嵌进了地里。清河宗宗主从护宗大阵中冲出，他看着洛星河的惨状直抹眼，转过头来看我，大夏仙宗就交出你这么个友人？我双手抱胸的看向他，你们占了我大夏仙宗的地盘，还不由分说的打伤我门下弟子，好像你们才是友人吧？再说你们借着我大夏仙宗的灵脉，清河宗那寒酸的灵脉都化没了。现在本圣子给你们2个选择，要么成为我大夏仙宗的附属宗门，要么我现在就让清河宗出名。清河宗宗主大手一挥，他的灵力化作一道水流对着我就卷过来。我伸手刚要接住那道水流，水流温度骤降，变成了一根冰柱，无数粗大的冰刺瞬间从中探出，在空中扬出一阵巨大的冰雾。清河宗宗主收回灵力，一个圣子罢了，还敢在本宗主面前逞凶！这时一道金光自冰雾中冲出，我伸开手掌就冲向清河宗宗主面前。正宗巨龙见我要杀自家宗主，转瞬间就张开大嘴挡在我的面前。我身后一只万米的金翅大鹏陡然浮起，你知不知道金翅大鹏以龙为食？身后的大鹏虚影张开嘴，一口就将正宗巨龙吞了进去。清河宗宗主见此一幕，身子一软就跪了下去。
正宗巨龙什么水平？比自己还强的存在啊！一口就给吞了。我几个呼吸间来到清河宗宗主面前，微微俯下身子。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别给台阶不要，非要自己往下蹦。清河宗宗主身子抖个不停，对着我跪了下来。清河宗愿臣服大夏仙宗，降为附属宗门。我点了点头。给你们1上午的时间搬家，要是午时还没空出地方，本圣子就亲自帮你们搬。话落，我一个瞬移消失不见，再次出现时已经来到了汉明山的面前。汉叔，通知弟子午时动身。汉明山眉头微皱，你小子不会是在骗我吧？这才过去多久？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便转身进了山门。50日头正盛，我化作大鹏虚影，带着整个宗门来到大夏仙宗就职。清河宗宗主带着无数的弟子等在这里。等我们刚一靠近，便齐声呼喝。我等恭迎主宗归来。随后齐刷刷的分成2列，让开道路。汉明山盯着我，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范凌空张开嘴却说不出话，一众弟子们更是炸了锅。圣子1上午都没用上，就被清河宗收拾得服服帖帖。怎么说也是9重天的大佬，就这么成了我大夏仙宗的附属宗门。你快抽我一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众弟子看着我，满脸的钦佩。我大手一挥，大鹏虚影一声提名响彻9重天，弟子们进山归家。我控制大鹏虚影将山门对准明脉，随后把山门缓缓放了下去。汉明山则是对众人一顿交代，待山门彻底落下，弟子和长老们便悉数散开。汉明山找到重新化作人形路。老樊啊，如今大局已定，你可有什么打算？我抓住汉明山的胳膊，带着他来到了9重天外。这是我第一次看清9重天的全貌，它是9层垂直排列的圆形路，每一层都有100万里之久。但此刻，无数的空间裂缝在9重天外裂开，每一道都散发着恐怖的吸力，吸扯的整个9重天都在颤抖。我伸出手摸向一道裂缝，随着我手中金光闪烁，那裂缝也缓缓消散。我扭头看向汉明山，汉叔，随着仙人的死亡，其管理的试验场没了数，试验场的空间就会逐渐破碎，那些空间裂缝会不断扩大，直到将整个9重天都搅个粉碎。说着，我叹了一口气。接下来的日子，我要修补这些裂缝，届时可能会有其他的种族被仙人投放，就是所谓的域外天魔。这么多的空间裂缝，我不知道9重天还能撑多久，我的时间很紧迫。汉明山拍了拍自己的胸脯，你只管专心修复这些裂缝，什么域外天魔，宗里帮你搞定。我点了点头，随即抓着汉明山的胳膊回到了山门。接下来的日子，我在9重天外不断的修补空间裂缝，弟子们则是应对偶尔出现的域外天魔。几天后，我的声音响彻整个宇宙：仙人未经允许擅自入9重天者，杀无赦。